听闻吴飞燕要斩断吴书同的左手，吴天林只是微微一怔，却也没有开口为吴书同求情。他知道，无论是让其他人保持敬畏，还是让英主自己心里舒服一点，他都需要一个人来为此承担责任。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又无人出来担责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默认问题出在吴飞燕身上，是他自以为精明的圈套出了问题，才导致对方掠过尼日利亚，选择对摩洛哥下手。所以断掉吴书同的左手，便等于是告诉所有人，这件事是吴书同办事不力，并且他已经受到了惩处。吴飞燕也需要以此来麻痹自己，告诉自己一切错不在自己，而在吴书同。于是他立刻恭敬地说道：“英主放心，属下这就通知三大长老。”说着，他想起什么，连忙又道：“英主，此人身份神秘，实力超群，把尼日利亚的骁骑卫派过去，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不知可否让三大长老过去一探究竟？万一找到对方，说不定还能将其击杀，永绝后患。”吴飞燕摇头道：“如果他在摩洛哥，三大长老又能找到他的话，杀他或许不难。可万一他已经不在摩洛哥呢？万一三大长老找不到他呢？眼下最重要的是，尼日利亚已经暴露，三大长老若是从那里去摩洛哥，大概率会被敌人盯上。一旦三大长老暴露，往后的麻烦只会更大。”说罢，吴飞燕又道：“此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以他的实力，连长胜伯都不是对手，建功伯更不在话下。但当初建功伯在塞浦路斯却是被近防炮击杀的，这说明此人实力强却不托大，而且懂得变通，遇事能找到最优解。如果他在摩洛哥布下埋伏，死一些骁骑卫无关痛痒，但如果三大长老有所损失，就得不偿失了。回想四大伯爵的损失，吴飞燕至今还在肉疼。培养出这样级别的高手不容易，接二连三的死了3个，失踪1个，已经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让三大长老去摩洛哥，在他看来是没什么性价比的。找不找得到对方先不说，三大长老一旦曝光，将来必然陷入被动。更何况万一对方有所埋伏，三大长老再被近防炮突了，那岂不是损失惨重？而吴天林此时却道：“英主，对方恐怕就是拿捏了我们对他的忌惮，所以他明知道我们就在几千公里外的尼日利亚埋伏，却还敢在摩洛哥对我们下手。摩洛哥驻地人数众多，他短时间内很难把人都转运出去。若是三大长老尽快赶过去，说不定能抓住机会，毕其功于一役。”说到这里，吴天林又道：“另外，那家伙肯定已经从摩洛哥驻地的骁骑卫口中得知了大换血的事情，他肯定也会意识到，一旦大换血完成，他以后再想策反整个驻地，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如此一来，他以后也不会再对我们任何一个驻地下手。若是这次让他从容逃了，以后再想抓他，可就难如登天了啊。”吴飞燕一下子陷入沉思。物理实力强大的人，心思往往不够缜密。吴飞燕纵横世界300余载，自次伤林逐虏，离开10万大山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未逢敌手。在谋略上，他确实不够精明。他接二连三被叶晨在暗处打击，已经有些应激障碍，总觉得这家伙神出鬼没，神通广大，杀人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他杀人如麻，可从未想过用近防炮杀人，更没想过用直升机的旋翼把人的脑袋砍下来。这哪是修士会想到的招数，简直不讲武德。可对手偏偏就是不按套路出牌，昨天近防炮，今天直升机，后天说不定就把苏联当年的喀秋莎也搬出来了。吴飞燕的内心深处对这个神秘人是有几分发怵的，但吴天林说的也不无道理。眼下虽然自己先失一城，但却也是反败为胜的机会。要是抓住机会把对方揪出来干掉，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麻烦。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找他，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思忖片刻，他开口道：“三大长老一起去，谨慎一些的话，想来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是他们现在过去没什么用处。摩洛哥虽然不大，但他们就凭他们3个，想把摩洛哥查个遍也是痴人说梦。这样吧，先让3大长老继续在尼日利亚按兵不动，除了尼日利亚的骁骑卫之外，让吴书同把右军都督府虎贲营的人也全部派到摩洛哥去。这些人到了摩洛哥之后，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要知道对方怎么去的，怎么走的，去了哪里。一旦找到对方以及摩洛哥驻地的人，立刻通知3大长老过去，其他人一起助力3大长老，把对方所有人全部斩杀，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吴天林觉得吴飞燕的决定还是比较合理的。3大长老虽然实力很强，但这么多年大都在闭关修炼，对现代社会的了解不多，更不懂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排查线索。让他们去找人，他们未必真有那个本事，倒不如让这些训练有素的骁骑卫以及实力更强的虎贲营成员前去调查。他们不但都是实力过硬的武者，而且接受过系统的军事化培训，几乎与特工一般无二，让他们去调查最合适。尼日利亚和摩洛哥虽然直线距离有3000多公里，可一旦发现敌人之后，飞机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能赶到。如此一来，就把3大长老当成精准打击的核武器，只要找到目标，就可以立刻发射。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还是英主您考虑得更全面，属下这就去传令。”吴天林的命令是先传给3大长老的，毕竟要先对吴书同进行惩处，所以他要求3大长老斩断吴天林的左手，然后留在尼日利亚待命，等吴书同被斩断左手之后，再向他传达其他命令。为了照顾一下吴书同，吴天林还特意恳请3大长老在动手之前封住吴书同的经脉与神经，再在动手之后为吴书同处理伤口。虽说吴书同的左手保不住了，但起码能让他没有痛苦。3大长老收到命令之后，便立刻终止了闭关，而吴书同还在焦急地等待吴天林的反馈，不知英主会如何降罪于自己。参将袁承泽已经被他叫到身边，得知摩洛哥发生的一切，袁承泽也是忐忑不已，与吴书同一起焦急等待。这时有人快步来报：“大都督，3大长老出关了，正朝这来。”吴书同并不知道3大长老是奔着自己来的，还对袁承泽说：“估计英主要把3大长老调回去了。”袁承泽点头道：“这次守株待兔，没等到兔子，把3大长老调回去也很正常。”正说着，3大长老便推门而入，为首的是3大长老之一的吴柏林，也是所有人中实力最强的。他一进门便看着吴书同，面露无奈地开口问道：“听说你小子犯错了？3大长老来尼日利亚，一直是吴书同这个晚辈跟着侍奉前后，与3大长老也已经混了个脸熟。3大长老对这个会来事的后辈算是比较满意，所以接到命令要斩他左手，多多少少也有些恻隐之心。”吴书同没想到3大长老一开口就问自己犯错的事情，于是赶忙说道：“回大长老，这次敌人没来尼日利亚，转而毁了我们另一个驻地。说心里话，晚辈对此也无能为力。”吴柏林点点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的左手，随后道：“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不是左利手吧？”吴书同下意识地说道：“不是，怎么了大长老？”吴柏林没说话，而是直接抓住他左手的手腕，开口道：“小子，我虽然挺欣赏你，但英主之命，莫敢不从，你不要怪我。”说罢，他心念一动，2股灵气瞬间从体内分出，其中一股注入吴书同的左手手腕，将手腕处完全包裹起来，让吴书同失去了左手和手腕的一切知觉。而另一股灵气则化作一柄无形的利刃，直接从吴书同的左手手腕处急速穿过。吴书同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正纳闷着，便见左手竟然从手腕处滑落，在手腕留下了一道光滑平整的切口。因为有灵气的保护，那创面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吴书同吓得面色惨白，脱口道：“我的手。”大长老，您这是为何啊？吴柏林淡淡道：“英主有命，
你作为友军大都督长军不利，今断你一只左手，希望你能知耻而后勇，切勿再犯同样错误。另外，我以灵气封住了你手腕的血管、神经与经脉，你不感觉到疼痛，但你的左手也不可能接得回去了。言罢，他又道：捡回一条命，还不赶紧谢恩？这一刻，吴书童心里委屈极了。这次在尼日利亚的陷阱，完全不是自己的主意，也不是自己的任务，是英主的主意。自己之所以参与其中，无非就是因为选了自己的地盘作为陷阱的所在地，敌人没有上当，理应是幕后主导者的责任，与自己有何干系？为何要断自己一只左手？手腕虽然没有半分疼痛的感觉，但他的心依然如刀绞一般。他是高高在上的大都督，可现在却成了少一只手的残疾人。自己这不就是替英主背锅吗？背锅就背锅，可背锅还要谢恩，这算哪门子的事儿？可是纵使他心中10000个不爽和憎恨，此刻也不敢表露出半分不满，还是恭敬地跪在地上，惭愧无比地说道：属下谢英主不杀之恩。